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虾。首次出现在枫丹 4.0 PP 当中，时隔今天，终于迎来了 4.3 版本全新角色纳维亚了。相信各位点进来的旅行者还在考虑抽不抽这个问题。本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期纳维亚的角色攻略教学了，配装配对又该如何选择，强度到底如何呢？那么视频看完之后，希望对你有帮助，可以点赞支持一下。至于一个硬币池经验，同视频对转发强度比较大，帮忙转发一下吧。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就行了。同时还有5经验拿，谢谢。先从纳维亚定位说起吧。纳维亚是一位依靠队伍角色产生的结晶反应以及元素爆发叠加战绩的伤害，打出一个超高爆发的战绩。战绩释放后呢，普攻也有非常不俗的严附魔伤害，伤害启动爆发快。那么灵命纳维亚又该如何配对？武器生物又该如何选择？到底值不值得抽取呢？接下来从基础天赋技能说起吧。普攻至多4段攻击造成6段伤害，以我6级倍率来说，首段135也是非常高了，每一段收尾都不太一样。第3段攻击收尾则是提起裙子，非常优雅呀。第4段则是拿出一个伞跳跃，一个乐观开朗的美少女啊。有一点我感觉不出来是纳维亚到底是少女还是双御姐呢？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然后说回正题啊，因为普攻的纳维亚和战绩有点关联，战绩也是纳维亚核心爆发输出来源了。战绩10级初始倍率高达710，战绩就像一把霰弹枪一样，最多可以装6枚，发射3枚可以打出11颗玫瑰金弹。如果超出3枚，每一枚提升15%真伤，最多45嘛。这里也说明了命中同一个敌人，金弹越多伤害越高。如果是纯单体情况下，全部命中这个敌人，可以造成原本的200%伤害，就是翻倍嘛。也就是说710倍率变成1420的倍率，非常恐怖。可以明确的说，纳维亚是主打队长的一个角色了。那至于这个弹片怎么看呢？现在画面显示就是3个了，子弹相对比较小，如果是6个的时候，全部会变大。如果只有1个变大，就是4个弹片，很容易理解吧？2个变大就是5枚，3个变大就是一共6枚咯。应该还是非常好理解的吧。然后纳维亚的长按相比点按可以持续吸取附近的结晶反应晶片啊，就是不用说跑去捡了，很方便啊，而且可以自由调整方向。战绩最多储存2次。至于纳维亚什么时候点按和长按得看情况了，如果怪离得比较近啊，然后已经点满那个晶片了，可以点按马上爆发。如果那个晶片还没有满呢，距离比较远啊，需要瞄准，然后长按就可以吸取晶片打出爆发。战绩是荒属性的，伤害方面10级倍率 64.8 算是锦上添花的效果吧。而纳维亚大招比较好理解了，召唤一个可以随身轰炸的炮台，但是看不到在哪里，简称虚空轰炸啊。每1秒轰炸1次，持续12秒，一共12次，每 2.4 秒可以给纳维亚补充1个战绩1个弹片，至多补充5个弹片吧，就是5个子弹吧。大招倍率伤害不高，能量只需要60点。战绩场球也是比较多了，能量基本也不缺，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考虑到纳维亚大招伤害比较低，可以完全不升级都行。大招说白了就是一个补充弹药的一个技能了啊。纳维亚的天赋1，战绩释放后4秒内可以让普攻技能转化为无法被附魔的炎伤，还可以提升40%的普攻重击下落伤害。很可惜没有加战绩啊。不过有了这个加持下，普攻伤害也是比较高的，以我6级普攻来说，也能打1-2万伤害了，这一点非常好，不用怕满命巴尼特附魔的问题了啊。而天赋2呢，简单粗暴，队伍有火、雷、冰、水元素，可以加20%攻击，最多叠2层，基本就是告诉你要3色队伍。但是还是有一个例外的配对，香菱巴尼特双火共鸣加25%攻击力，这样加上天赋20%就是45了，更高了，是吧？技能总体就是这样，听我这么说，可能一些玩家听得有点懵了。我总结一下吧，普攻一开始是没有炎附魔的，释放战绩后有4秒附魔增伤，战绩最多有6颗子弹，最好点满打出来，但是不可能一直点满的嘛，等它点满就太墨迹了。一般第2次战绩只有3个子弹，但是也是可以打出来的啊。然后大招说白了就是产结晶反应以及补充子弹。按照我的配对手法流程，就是钟离开盾，纳维亚开大，班尼特 QE 接香菱，纳维亚开 E 打出爆发，然后普攻大概4秒左右，因为普攻有一个附魔增伤，过了4秒左右打出第2发战绩，继续普攻几秒，基本就是这个流程了。相信各位应该能听懂吧，还是非常好理解的哦。
视频中展示纳维亚都是0+0的表现，它的优点是战绩启动爆发出伤快，不依赖大招打输出，方便不卡手，对的能力爆发强。缺点就是对群稍微乏力一些，打那些破盾的方面比较难受。不过这也是延系的一个通病了，没办法。在强度总体来说，它属于一个 T0 主 C， 缺少输出的玩家可以抽取，强度玩家属于必抽的存在了吧？那么这么强的纳维亚配对该如何选择呢？配对方面，纳维亚不像以往的延系一样的，它的选择就非常多了，没有强行绑定的角色了。当然考虑到双延共鸣加护盾强效以及增伤减延抗，推荐双延骑手吧。延系队伍首选距离上次复刻400多天的阿贝多老师。阿贝多作为一个后台副 C， 同时还能持续铲球以及挂延，让队伍产出更多的结晶反应，让纳维亚有足够的子弹打出爆发。如果是考虑生存问题的情况，兼顾伤害，首选钟离这个角色，应该不用多说了吧。那么下位替代有五郎和凝光，4星首选满命的五郎提供爆伤延伤，虽然防御吃不到就是咯。如果没有满命五郎，可以用讨龙或者输出凝光啊，在场球和速度方面也是兼顾，很不错的选择啊。当然还有炎主，另外2个考虑的性价比强度，推荐香菱曼尼特双火组合。前面也说过了，双火共鸣能加 25% 攻击力，加上纳维亚天赋的 20%， 一共45%，比三色队还高 5% 呢。而且香菱挂火能力也是非常强，可以靠锅巴，可以靠大招都行，有伤害，产结晶也快，非常适配。至于班尼特加攻加血基本很难被替代了，毕竟纳维亚吃攻击力为主的嘛。如果没有4命香菱，可以选择其他角色，比如夜郎、行秋、水神、罗莎莉亚等这种副 C， 而且可以触发纳维亚天赋，都是不错的队友。主要得看你们的角色储备情况以及环境。对了，忘记说了一个角色迪西亚，挂火产结晶，看哪段也是完全 OK 的。比如这期的深渊12-1上半吧，不是有火使图吗？那么你带个水会比较好，所以我就上了个夜郎，这样可以破盾破得比较快一点。虽然打了1分半，但是只带了一个水，还算可以了吧。接下来说一下纳维亚的一个武器选择，首选装武裁断，高白值低暴击词条，特效加攻击以及加战绩伤害为主的，吃满能加36，毕竟主要是靠战绩伤害为主的嘛，没问题。然后次选金武吃骨剑，对的，没有错，次选狼墨武功松濑维海都不如金武吃骨的表现。先给你们看一段录屏在生物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只换了一把武器，满金吃骨伤害是22万伤然后70伤暴击狼墨是 22.6 万70伤暴击的武功 22.8， 还有松濑也差不多。看似5星武器比金武吃骨高一点点，但是你们要想，我这个是满爆的吃骨，另外3把5星武器都是暴击73的是不是感觉就差距很明显了？至于赤脚高爆伤，我是没有，我纳维亚防御歪的很少，多半赤脚吃防御力也加不了多少吧。你们有赤脚可以试试看就算金一的吃骨剑也能和5星一些武器打个持平吧。其他4星武器我只能说你有啥带啥了，主要是看双爆攻击为主的，充能不需要，完全不缺。生物方面的话，首选新延套，套装提供高达 50% 的延伤，非常给力。如果你像我一样闪剑230分的纳维亚，我只能劝你考虑一下，按照我这个练度，套装至少得210分才能提升了。要刷也行，慢慢来就好了。闪剑可以用2决斗士2追忆、2延伤、2剧团、4剧团也意外不错甚至卡好也能吃到1次满收益的，切回来2秒内打出1发能吃满。从我实战下来，满爆的纳维亚实在太爽了，腿都快软了因为纳维亚战绩它是高额伤害来自于战绩，如果你不暴击了，那个伤害就剩几万了，非常难受。我之前换了77200的爆伤，伤害就高2-3万吧，结果还总是不暴击然后就伤害很低的，很刮痧。我推荐你们如果带暴击武器，尽量要满爆吧，大概有个100、150的一个双爆，也是200分闪剑，很简单吧，我觉得应该挺简单的。最后来过一下命座吧，1命可以提高充能，至多9点，但是我体验下来，不管有没有阿贝多还是对单，充能还真不缺。战绩1次可以产4颗球，9秒1次产的还是挺快的。2命最多加36暴击，以及额外些伤害。这个适合在你暴击64、60多左右比较香，搞个爆伤头，直接高暴击高爆伤起飞。
生命减严看20%，持续8秒，大招冷却15秒。虽然没有写，但是命中之后应该是可以刷新这个持续时间8秒的，还算可以吧。至于满命就离大谱了呀，超过3枚可以加爆伤，1枚加45，一共能加135爆伤，而且超过3枚部分还会返黄的。虽然这个命座很逆天，肉眼可见强度也很高，感觉都不用测就知道多离谱了，但是只能说真爱玩家不缺原石才可以抽比较好一点。然后总体命座2命和6命提升比较大，但是0命强度已经足够了。平民玩家呢，只需要抽一只纳维亚和一个月卡吃古剑就行了。在抽取方面，个人觉得强度党必抽，不出意外算是目前单体爆发最强的角色了。群体方面属于中上水平，因为对群按照深渊目前强度也是绰绰有余了，而且从目前来说也没什么毒点，硬要说就对群差一些咯。但是对单强，对群总得差点吧，也算正常。总之就抽不抽得看你们的想法。强度说的应该很清楚了，非常强的一名角色啊。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吧。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那么我是梁夏，不是梁虾，我们下期视频见，各位拜拜。